当少林功夫遇到泰拳，到底谁更能打？中国人常说天下武功出少林，觉得少林功夫是世界第一的武术，而泰国人说泰拳对中国武术500年不败，是世界第一拳法。双方各执己见，谁也不服谁。然而今天这个老生常谈、争论了上百年的话题，终于要有答案了。这一场比赛，少林功夫的代表便是58岁的少林实战派武僧释延滋。他曾在嵩山少林寺苦练30年的少林功夫，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铜皮铁骨，其拳腿功夫更是炉火纯青，巅峰造极，犹如下山猛虎。58岁的年纪，却有着28岁的身手，徒手劈砖头，胸口碎大石，喉结顶钢枪，完全不在话下。从视频中就可以看出，释延滋以1敌2完全不在话下，将2个总统级保镖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让老外见识到了真正的少林功夫。而这一场比赛，泰拳的代表便是38岁、有着100胜战绩的泰拳6冠王阿顿·彭查拉奇。他是泰拳界绝对的元老级人物，就连拳王波球见了他也要叫一声师叔。这一场比赛绝对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强强对决。一个已经是38岁的泰国6冠王，而另一个则是58岁的少林实战派武僧。观众朋友们，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这场比赛怎么感觉58岁的释延滋啊，看起来好像是28岁，而这个38岁的泰国选手阿顿啊，你看秃头谢顶，感觉他更像是58岁。观众朋友们，这就是练习泰拳和练习少林功夫的区别。因为很多拳法，像什么泰拳啦、空手道啦、跆拳道，这都是外在的一些拳法，而少林功夫更多的是内外兼修，有的时候可能内功啊还要更多一点。好，比赛开始了，我们注意看，红色拳套少林武僧释延滋，而黑色拳套便是阿顿·彭查拉奇，高扫上头，又一个，哦，这个厉害了，释延滋呢？用后背啊主动去接阿顿的腿法。据说释延滋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啊，铜皮铁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金钟罩铁布衫，很厉害。今天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好漂亮，前手打中。这个阿顿怎么看着有点愣啊？完全不做防守，而且呢进攻上打得很凶。看来他对自己的抗击打能力非常的自信，但他的步伐有点他的步伐有点不太稳呐。好，注意看这个阿顿还是很自信，刚刚的一次击倒让他有一点愤怒，因为这个泰拳呢也是以强硬而闻名啊，抗击打能力也很强。所以说双方今天强强对决，现场观众高兴的不得了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打赢了，说服力是非常强的啊！对方38岁，我们58岁，而且2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了。我认为没有任何比赛比这一场更有说服力。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赛前有很多泰国人叫嚣啊，说本场比赛这个阿顿啊会把释延滋打成肉泥。但是现在的结果很明显了，我个人感觉这个阿顿啊完全不是释延滋的对手。不是我们吹牛啊，今天就算你把波球放上来，我觉得那也不好说，太年轻了，58岁啊。对，我们再看阿顿啊，38岁就如此苍老。哎，别摸了，快别搓了，这毛本来就不多，你这么一搓更少了。哦，高边上头，连续的多次头部命中。哦，这个阿顿连吃了9次重击啊！有些晃，裁判也是毫不犹豫给到一次读秒。他甚至一拳没出，明显已经被打懵了。我不知道泰国人看到本场比赛是什么心情啊，反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得很开心。漂亮！
哦呦，前手平勾，我们看阿顿彭查拉奇，这位泰国6冠王趴地不起了。5秒不行了，这起不来了。好，那么这个争论了上百年的话题就此结束，以后也不要再争论说什么泰拳强还是少林功夫强了。很明显，这个结果非常完全没有争议，58岁打38岁，少林打泰拳，我们已经赢了。好，这场比赛的结果，说句实话，我是挺意外的，没有想到对方啊如此的不堪一击，在少林功夫面前。上一场比赛，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打得太轻松了，打得太快了。那也是没办法，我们少林功夫就是这么强。那接下来这场比赛更是快到离谱。这个黑人选手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实力悍将，对方21岁啊，石岩姿的话是58岁。那这个更离谱了，差了30多岁啊！不要说当对方的父亲了，当对方的爷爷，我觉得都太够吃力。我们这个石岩姿师傅的这个力量非常大啊。非常稳健，已经是51岁的这个年龄了啊，是我们的这个干团队的一打倒。对，好，打到了。观众朋友们，你没有看错，52秒比赛结束。你没有看错，仅用是52秒便结束了比赛，这就是少林寺最强武僧的实力。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那不知道这场比赛让您对少林功夫有没有一个新的看法呢？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日本选手跳舞嚣张挑衅并辱骂中国观众与中国媒体，惨被中国小伙2拳1腿打到瘫软不起，实属解气。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中国人都是怂包，中国人都是奴隶。此番呢嚣张的言论就是出自这眼前的豹纹男川岛一介，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小子穿个豹纹啊，还把孙悟空的造型穿出来了。你看此时啊，他还在镜头前辱骂呀，真是嚣张至极呀！听到这个川岛一介这此番的言论呢，咱们中国小伙方彤，就是咱们此时眼前看到的这位，也是坐不住了，直接也是霸气迎战，连夜就杀到了这日本的拳坛。咱们的方彤啊，也是霸气的回怼道，在擂台上在教你做人。此时啊，咱们的方彤也是举起双手啊，在向咱们的中国观众在招手，在呐喊。熟悉咱们方彤的呀，都知道咱们的方彤啊，从小就接触传统武术，而且这个国际冠军呢，也是拿到了不少。这国际的奖杯更是拿到手软，更获得过这个世界级3条的金腰带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时让我们话不多说，双方已经碰拳了，这第一回合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时啊，这双方啊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尤其是咱们的方彤有些如坐针毡了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正式开始，让我们回到比赛，同时也让咱们期待咱们的方彤是否能击垮这个日本的川岛一介呢？此时没有看错呀，这个短裤的就是咱们的方彤，而这个长裤豹纹的就是来自日本的川岛一介。此时啊，咱们的方彤也是展开了这个游走的战术。哎，这个川岛一介在干什么？他拿这个拳击比赛当成这摔跤比赛了吗？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方彤直接上来发起了猛攻。哎，这个日本的川岛一介在干什么？他在挑衅，在跳舞挑衅，在告诉咱们的方彤过来，他不怕。哎，这小子真的是很猖狂啊，居然跳起了恰恰舞。此时咱们的方彤在找这个川岛一介的漏洞，争取这一击必杀的这个机会啊。此时啊，这个日本选手川岛一介又跳起了舞啊，咱们的这个方彤直接就是上来一记重拳。此时啊，这个日本川岛一介又在辱骂咱们中国选手方彤，咱们中国选手方彤啊，丝毫没被他影响啊，连续的鞭腿输出。
此时啊，这个川岛一介呀，又站在那儿疯狂的挑衅上了啊，又手舞足蹈的开始，又是抽筋拔骨的摇起来了，咱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方童啊，这个前后手架是非常完美的啊，而且这一击高扫啊，直中这个川岛一介的头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到此结束。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咱们分析一下。通过这第一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方童啊，这个防守啊是非常强悍的，而且啊，咱们方童这个拳的力道啊也是非常的巧。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正式拉开序幕。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方童啊，死死的把这个川岛一介压在了这个擂台上。此时啊，咱们的方童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对这个川岛一介疯狂的砸拳。此时咱们的方童啊，直接找到了这个川岛一介的漏洞，上来就是一记重拳，给这个川岛一介有些打晃了。此时啊，这个川岛一介有些吃不消了。此时啊，咱们的方童对齐这个川岛一介疯狂的输出，死死的把这个川岛一介逼在这个卫生边。此时这个川岛一介也是真的是吃不消了，体力也有些透支了。
此时，咱们的方彤啊，一记重拳直接把这个川岛一介打跪在擂台上。此时啊，咱们的方彤又一记重拳直接给这个川岛一介打晃了，又一记鞭腿。此时啊，这个川岛一介已经吃不消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双方平局。哎呀，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没有办法，咱们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咱们的方彤啊，杀到这个日本拳坛啊，这个当中有点黑幕，太正常了，很正常。这双方平局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留开空间，按住头，对这个手击，这个比较有效。对，这是无铁，把对手的肩压平，手击啊，这个手击，PK 了。日本百年一遇的格斗神童来华，目中无人，谁也不服，结果惨被乱拳打碎额骨 KO。好，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经典的中日大战。中国人就是亚洲最弱的民族，跟我们大日本帝国比起来，根本不是对手。这一番目中无人的言论呢，正是出自于眼前的这位日本妖童袁鹏熙，他有着9战9胜的不败战绩呀。这赛前呢，这小子更是声称要一拳将咱们的吴铁印送上担架，而他今天的对手就是咱们的中国小伙吴铁印。吴铁印呢，听到这小日子此番的言论，也是霸气迎战，并回礼道：“我在擂台上等你，我一定让你躺着回到那座樱花岛。”大家熟知吴铁印的都知道，他曾经获得过世界级金腰带，更参与许多泰拳与自由搏击的比赛。擂台经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此时裁判示意双方选手站在擂台中间，诉讼比赛规则。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示意，第一回合马上开始，让我们期待咱们的吴铁印是否能击垮这个日本妖童袁鹏熙呢？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正式开始了。这双方刚上场啊，就打得非常激烈啊！咱们的吴铁印直接一记抱摔，死死的将这个袁鹏熙控制在地面。漂亮啊！一个有力的打。现在擂台上，咱们可以见到咱们的吴铁印呐，身穿红色短裤，而这个被压在身子底下的，就是来自这个日本的小子袁鹏熙。小腿里边，好，强把位是综合格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跟摔跤的强把非常像，是的，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好，双方因为在绳边没有办法继续。此时裁判示意双方在围绳边无法展示这个格斗技术，示意双方回到擂台中间。要从2个人都互相认同的位置开始，对，直接肘击。对，此时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一记肘击，重重砸在了这个袁鹏熙的脸上。下位选手是一个防卫的姿态，反而会遭到打击，这个是一定跟纯粹的倒伏柔术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柔术里，控制与反控制变得特别重要。对，现在下位选手在努力的移动胯，把膝盖垫进去，仍然是半封闭防守的姿态，有一条腿。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成功拿到了这个上身位，而且这个腿部死死的锁住了袁鹏熙的腿部，并且这个手啊也成功拿到了内把位。来看吴铁印可能要用他的肘击，他要用砸肘可能。但是呢，对方锁住他的2个胳膊。对方是做了一个半蝴蝶的防守，想要破坏上位选手吴铁印的重心。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双方的缠斗能力啊都不弱，双方在地面呢都拼命展示这缠斗的能力，都展示这摔跤的技巧。可以见得，这双方啊现在此时都非常难受，都在拼命地挣扎。日本选手的地面技术非常的娴熟，而且意识很好。对，他在控制他。我们看一下，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进入了蝴蝶。吴铁印在过腿，如果能够想办法把2条腿从对方的双腿控制都拿出来，就有了优势。对，但是有一条腿被牢牢的控制着，一直没有拿出来。
而且因为这个位置被干扰的，也不太会形成特别好的打击的位置和空间。对。所以从这一，此时通过裁判示意双方回到站立，因为双方啊在这个地面都没有展开动作，双方没有建树，所以站起来重新进入站立。比赛继续，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上了一顿猛攻，吴铁印打得很主动，对，看看摔怎么哦，加劲摔，日本选手启动加劲摔。此时啊，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一记抱摔，把这个袁鹏熙又再次拉到了地面。进行疯狂的砸手砸拳，对，这是吴铁印的长处。对，日本选手控制对方的脖颈，把吴铁印的头拉下来了，这样呢没有空间打击了，进入到全封闭防守。对，刚才的话，这吴铁印还是打中了几次。肘击，现在日本选手在一胯，可能要重新恢复到中间位置上去，在下场边了。裁判要干预了，因为这样下去没有办法做动作了。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示意啊，这双方在这个围绳边呢展示不开，又回到了这个擂台的中间。对，又是一个主动的砸击，吴铁印的经验也很丰富，对，表现在这个抢时机的机会上。但是呢，他空间留的不够。这个其实这场比赛呀，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呢打的是比较老成的啊。每一击的砸肘，每一击的砸拳，每一击的抱摔呀，都是在他的节奏里面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哦，小心！好，这个时候不要把脖子留给对手。再次半蝴蝶啊，这个。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又是对这个袁鹏熙一顿疯狂的输出，还要注意自己的胳膊，用头部在撞击对方，不能用头进攻。重新回到这个，因为做了犯规的动作。此时这裁判呢对咱们的吴铁印进行黄牌警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两人缠斗的时候，咱们吴铁印一个不小心头部攻击了，不许用头部进攻。此时这比赛继续，咱们的吴铁印上来就是一记重拳，把这个袁鹏熙直接打晃了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对，刚才有个横走。这个吴铁印打得很主动。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一回合呀到此结束。对，我相信就算看过了这一局，也会有更多的观众以后。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回合的战况。通过这第一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呢，这个拳的爆发力和地下的缠斗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搞得这个袁鹏熙呀有些吃不消。就是看自由搏击有时候比看拳击其实更丰富。是的，对，那么综合格斗就更丰富了。对，而且一旦大家学了一些综合格斗的基本技术。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外国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二回合马上开始。真的像下棋一样。是。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示意，第二回合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呢，真的是非常的凶猛啊，非常的凶悍。上来就是连续的重拳，直接再次把这个袁鹏熙摁倒在擂台上，再次展开这地面的战斗。大家的位置形成了，两条腿全部都在防守以外。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直接就是连续的砸肘与砸拳呢，对其进行疯狂的输出，只能搂头。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而且还可以使用窒息或者反关节的技术来降服对手。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直接拿到了这个上身位，对其疯狂的砸手砸拳，导致这个日本选手鼻子开始流血了。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好，他起来了，起身。对这个，好，这是有2个。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3点支撑不能攻击头部。对，这个起来了，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可能在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所以一定要重新分开再来。对，抓住时机。
看看谁能把谁再次放倒在地面上。哎，这个危险要回来。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袁鹏熙明显体力已经透支了，已经虚了。挺好，对。这个看谁的摔法更好一点。对，我觉得日本选手也非常顽强，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对，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对，所以他9战9胜也不是白来的。对，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那2个都是19岁的小将。是。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又一记脚绊把这个袁鹏熙再一次摁在擂台上。这个叫法。对，下位呢，日本选手害怕了，应该他只能够不断的用手臂搂住对手的这个脖子和控制一只手，对，控制距离不让他砸击，而且刚才形成打击的空间。对，而且刚才已经见血了，打击还是有效的。是。一胯下行，想出来被狙击。吴铁印想要把头抬起来。这场比赛呀，对于这个小日子袁鹏熙来说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存在。非常消耗，非常消耗体能。漏了一个破绽，再次下潜。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又一次使用抱摔，把这个袁鹏熙再一次压制性的摁倒在擂台上。教法。看一下能不能从防守里面出来，一条腿出来了，自己的头被对手的手臂夹住出来，用手击拳击，小的肘针的动作非常漂亮。这也是吴铁印的招牌的动作，但这次日本选手控制他的距离控制得非常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讲，他有个劣势，就是他始终在搂住对手的脖颈的话，手臂很快就没有力量了。对。此时啊，这个日本选手也是躺在地上不起来了。咱们的吴铁印呢，也是直接进行了这个砸拳，双方现在又在缠斗，又在挣扎。咱们的吴铁印对其疯狂的砸拳，疯狂的输出。防守不像刚才那么严谨了。没错。现在还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呀，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日本选手只有孤镜这一条方法，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在地面上应对的办法。所以对吴铁印来讲呢，他需要这个肘击很重，找到机会，这个找到机会，对。能够连续做出小。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对其进行疯狂的砸肘。这个日本选手现在已经没有赛前嚣张的模样了。包容一的选手实际上对地面砸击都特别喜欢。是，你看到包括杨建平啊，包括这个吴铁印他们，包括这个严希波，对，要听裁判的指令。还有10秒钟，第2回合比赛结束。找机会就砸，找机会就砸。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呀到此结束。但是还没有找到完全降服日本对手。让我们看一下这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这第2回合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日子袁鹏熙呀，现在已经吃不消了，已经不行了。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啊。他这个拳法，这个缠斗能力呀，完全不及咱们的吴铁印，这样还是占一定优势。对。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我们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预示第3回合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此时裁判是以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侧踹，自己没站稳，场地也比较滑。日本选手的也是一个阻击腿，两个人在绳圈角落里面继续缠抱抢把位。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吴铁印又一记抱摔，把这个袁鹏熙再一次摁在擂台上，进行疯狂的输出，疯狂的砸拳。前击、肘击，这个过腿啊，不太容易，切膝过，哎，出来了，
车压了，提成，起乘这个好，提成是极大的优势位置，日本选手马上起桥，来往上去，对，再次把它放到哦，这个逃脱的动作，充分显示了日本选手的训练水准。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吴铁印一直在用肘部摁在这个袁鹏熙的脖子，进行疯狂的砸肘。这个肘击啊，这个肘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投降了，袁鹏熙投降认输了，不打了，比赛结束了，咱们的吴铁印赢了。这场比赛打的是非常精彩的，咱们中国场外观众也是为咱们的吴铁印欢呼拍手叫好。让我们看一下这第3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小日子缠斗能力，包括这个力量啊，他是不及咱们的吴铁印的，他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吃了他。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通过裁判最终的判决，一定是咱们的吴铁印获得冠军，恭喜吴铁印荣获最终的赢家。这条视频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小伙下手太狠，把日本拳王打猝死还不过瘾，鞭尸2拳彻底打废，休克了啊！让我们恭喜本场比赛的冠军，我们的中国选手王猛。日本臭流氓男扮女装来华，不料被中国姑娘重拳打碎额骨，险些当场身亡。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我们的熊静南在核心控制力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力量也是很强，即使是被控了一个正身位，但是防守做的依然很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决。哎呦，非常漂亮！让我们恭喜本场比赛的冠军，我们的中国选手熊静南。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开跑！蒙古汉子奥日格勒大显神威，连砸数10拳，干趴日本选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超级重磅的中日对局，我们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大战日本重级别拳王增田裕介。那么让我们闲言少叙，第1回合比赛马上开始。好的，你可以看到身穿蓝色短裤的就是日本拳王增田裕介，而身穿红色短裤的这个套马杆的汉子就是我们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可以看到啊，双方这个比赛开始进入了一个试探环节。哎呦，这个增田裕介是疯狂的游走啊！可以从身形数据来看的话，这个增田裕介跟我们的奥日格勒好像不是一个量级的似的。那么增田裕介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拳手，在日本有着一个12连胜的战绩，可以说在国内罕逢敌手了。这次挑战我们的奥日格勒，他也是表示希望自己能在1回合之内 KO 奥日格勒，让奥日格勒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拳王。我们的奥日格勒呢也是没有过多表示，只是说擂台上见真章吧。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奥日格勒好像静止了一样，感觉这个人不停的游走，很烦人的样子呀。那这个裁判暂停了比赛啊，叫我们的奥日格勒回去，然后他这是应该是罚牌。好的，他的意思是你这个消极比赛了，发了一张牌。啊，这个就说明增田裕介必须是要跟奥日格勒进行一个接触战斗啊，不能一直跑啊，一直跑算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奥日格勒，哎呦，这身肉啊，一跑起来都晃悠。那么熟悉我们奥日格勒观众都知道，被人称之为功夫熊猫，是一个蒙古汉子，460斤呐，也是我国全国摔跤冠军。那么之前在日本的时候，我记得啊，打过一段时间的相扑，在日本非常的厉害。Right away, he wants to Arugula to chase him like that. 这个大家必须要理解啊，我们的奥日格勒460斤，跑起来虽然很有威势，但是还是慢一点。那么这个增田裕介也是的，哎呦，抓单腿。好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奥日格勒，哎呦，完全没有压力反制，想做一个裸脚，我的天哪，这个冲击力太大了。
感觉这个增田裕介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Does he have that move though? Aurigala looks like he's just holding on to him, or he has to turn right to get up. 这个其他的比赛啊，双方的选手一旦进入地面，挣扎的会非常的厉害。你看这个比赛，我们的奥尔格勒是摁住增田裕介之后几乎不动啊，这个增田裕介也没有什么办法反抗。我的天哪，力量上感觉都不是一个量级了。Masuda might turn. Okay, this is where he doesn't want to be. This is what Masuda wants. 好的，可以看到，哎呦，我们的奥尔格勒一个翻滚，直接又造成了一个反制啊，拿一个侧身位，我的天哪，这个大块的肉摁在这个增田裕介的身上。可以看到增田裕介想禁锢，感觉都很费劲，很费劲。Maybe you don't want to go to the ground with Aurigala. Aurigala also, if you know, he has a submission win. He knows how to submit his opponent. It's like he's doing, yeah, he looks like he wants to go up. There we go. Oh my God, I'm impressed. Oh! He's got to free that right arm now. 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奥尔格勒下手轻一点，感觉增田裕介快要被捂死了。非常漂亮的一波砸击。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奥尔格勒其实打这个比赛还是很轻松的啊，几乎没有考虑体能的问题。Make it up to it. Okay, Yusuke, very experienced veteran. Just getting out of these slippery situations well. Suda's been defending well though. Maybe he can go backward and run away from here, but he has to move his left hand to the armpit of Aurigala. You know, it looks like Aurigala's been working on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Yeah, he definitely looks more well-rounded this time.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场比赛真的是欢乐多多啊！可以看到增田裕介是攀爬着来到蓝边，啊，在这种蓝边的话，可以减少奥尔格勒的进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那么，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20秒左右，看一看增田裕介能不能挺过这20回合。Masuda can survive this. Is he gonna make it? Aurigala is not that active though. If Masuda keeps trying to get up, yeah. Okay, well, he's gone through that. He survived it. Going another round.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可以看到这一回合比赛啊，增田裕介打得很辛苦，我们观众看着都很想笑啊。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那么增田裕介这位选手呢，也确实不愧他拳王的称号。可以看到，虽然说面对奥尔格勒这种大体量选手打起来很困难，但是还是尽可能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但是毕竟差距还是有些大的。我们奥尔格勒这个无与伦比的压制力啊，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摔跤选手出身。这个打地面的话，明显是我们的奥尔格勒优势更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 Looking for that takedown. He always does it. There's 3 5-minute rounds. This is the second round. Masuda in blue and Aurigala in the red and yellow. Aurigala is a little gassed. Yeah, you might see it. It might be a case of who can last the longes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gas out first. We might decide the winner of this fight. 好的，这个增田裕介还是采取了上一回合的这个战术啊，游走。但是要小心，裁判不会允许你一直这么消极比赛。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的奥尔格勒真的很像一个大熊猫啊，功夫熊猫，胖胖的。这个时候增田裕介还是有一些小心啊，打得很稳。Masuda looked at the referee slightly for a second. 好的，又是抱单腿，但是这次比上一次还要糟糕。我们的奥尔格勒也是做好了准备，直接拿到一个正身位。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这一场比赛我说了多少句我的天了。
这个奥尔格勒的压制力太强了，完全是你说你做什么呢？你没有有效的动作可以去做呀，你上边这个像树干一样去粗，你怎么控制对手呢？ He also trains for this fight, right? He should have studied Masuda, but he has to finish it quick though. It's great team. Who has more than 20 fights. But Matsuda's got to do something to get out of here. See, he could technically just pop his knee through, you know, go back to full guard. I think he's got a good chance of that. Aragella's giving him the space to do that. His left knee could come through Aragella's legs and back to full guard. Maybe Aragella's belly is pressing his leg. Right? Yeah. 那么双方选手已经足打了3分多钟的地面了，观众朋友们，这可不得了啊！我是真的为增田裕介的这个身体感到担忧，竟然能坚持这么重的东西压在身上，460斤重，天！ Okay. He's gonna rain down some shots here. Donkey Kong. 搞得非常漂亮，一个连续的重砸。我们的奥尔格勒也知道不能一直压着对手啊，还是要打一些有效攻击的，最好是能在这一回合 KO 增田裕介。但是看目前这个情况来说，增田裕介的抗击打能力很不错啊，这种不屈的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He's got all that weight down on top of Masuda. If Masuda wants to do something, he has to move his core, but 又是一个连续的砸拳，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奥尔格勒虽然说这个砸拳很慢，但是相信我，每一拳都很重。 10 seconds left. Second round. Big shots. Okay, Made this is gonna be 好的，第2回合比赛结束，也恭喜增田裕介又熬过了一个回合。让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个人认为，增田裕介应该在第3回合改变一下自己的战术，这种抓单腿不太现实。我们奥尔格勒虽然胖，但是速度不慢啊，很快的反制会让增田裕介很难受。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3回合，我们的奥尔格勒能否 KO 掉这个增田裕介。 It's still wobbly, Masuda. He's going forward, yeah. glove touch. Aragelela wants to finish this. 好的，第3回合，奥尔格勒也是不打算给增田裕介机会了，直接逼至蓝边，看来是要主动的跟这个增田裕介打地面。 the knee to the midsection, which doesn't really seem to have that much effect. Yeah, he's got a lot of padding. You can hear Aragella putting everything into those punches. Masuda has an underhook, but 哎呦，增田裕介这一波重摆，可以看出来还是有实力的。但是前2回合这种地面的大体能消耗啊，可以看到增田裕介也是气喘吁吁。相比之下，我们的奥尔格勒余力尚在。 Aragella coming with the uppercuts from that clinch position with the left hand. Masuda's doing everything right. He's doing the clinch and he's doing the wrist control. But Aragelela is just overwhelming. Masuda is tired. Who's not tired here? Yeah. The thing Aragella's got going for him is he's so big, even though he's tired, he throws those shots, it's got so much weight behind it.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reas Masuda, he's got to put some strength, some energy into those shots to hurt Aragella. 好的对拼，重摆，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呦，我的天哪！这个增田裕介直接是被打倒了。可以看到刚才那一拳是结结实实打在增田裕介的头部了。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奥尔格勒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天哪！ 这一拳打的实在是太凶了，可以看到增田裕介直接是休克了。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
这个我们的奥尔格勒啊，确实希望他在未来的征途上越来越好，也希望森田裕介能够长一下记性啊，在未来的比赛中也会越来越好。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奥尔格勒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万如意。
这种战术，陈焕没有任何的招法。我摆拳打不了，我直拳是从上往下打，有目标一个下滑就没了。我又不会腿法。好，第2回合结束。崔洪万也很难受，也很难受。这比赛确实打得很别扭的。杨连讲啊。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3个回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周志鹏啊，这个游走战术采取了2个回合了。哦，注意看，第3个回合反而是更快了啊！这个战术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仔细看的话，崔洪万的腿呢，哦，这也是有一点点红了。这个崔洪万也很难受啊，你看抓不着，主要是打不着。啊，你看对方已经很无奈了啊，他在笑。如果对方不服的情况下，我觉得啊，可以让张志磊和对方打一场。我觉得张志磊和对方打呢，这个3-7开差不多啊。张志磊啊，每3秒钟按对方人中7次，这个打他，我觉得是没问题。只不过打他呢，这个对张志磊来讲啊，有些自降身份啊，有些掉价。毕竟我们磊哥现在是世界拳王，但如果需要的话啊，磊哥也会站出来。崔洪万只能摇摇头。这真的没办法，我的东西再低点，再低你还能低到多少？呀！崔洪万自己都笑了，漂亮！哇，偷袭啊！真出其不意啊！好，第3回合还有一半的时间了，让我们看周志鹏呢是越打越灵活呀。哦，还是要小心。好，注意看对方的这个右腿，这个右腿已经是，哦呦，像一个大茄子一样肿了。这场比赛很可惜，只有3个回合啊！如果，哎，要小心，哎呦，这个千万要小心呐！这场比赛如果再打个5回合的话，我觉得周志鹏啊，还真是会 KO 对手。啊，你看这个累积性的腿法伤害啊，对方到后面肯定是站不起来了。是的一个拳套。你看他的拳套比这个周志鹏的拳套里大多少？对啊，粘在一起了。看就这么轻轻一推，没就倒。这中国有一句老话，身大力不亏啊，但是绝对力量确实很出色。今天这个周志鹏就利用他这个躲闪移动，化解了这个崔洪万这个拳法的进攻。你看，你就没法打着他，这打不着。又打空，漂亮！终于能够着头了，终于够着头一拳，够着头了。他这头也顶周志鹏2个头大。还有最后的10几秒，13秒。你倒计时最后的10秒钟。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看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了。比赛结束，我们等待。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中韩对局以小博大。我们的中方选手解放军拳王周志鹏本场比赛的表现太牛了啊！采取了一个游走型的战术，一个游走的打法，把这个崔洪万是耍得团团转啊，非常的精彩。好，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周志鹏眼术判定获胜了啊，非常的不容易。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开吧！我太难了。美国大力士来中国踢馆，被少林寺贪吃和尚5秒爆头30多拳，当场打得面目全非，缝了100多针。观众朋友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摇头晃脑嘚瑟出场的家伙，没有错，正是此次来我们中国踢馆的美国大力士史蒂文·班克。别看这个家伙摇头晃脑嘚瑟至极，嚣张至极，但他可是美国的大力士冠军，连续蝉联了3年。好，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拳手正是来自于我们中方的选手天山巨炮阿斯哈提。好，一场巨兽之争，中国的天山巨炮大战美国大力士，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两名选手的体型都在100公斤以上，所以说这个比赛啊，随时都有可能产生 KO。尤其是我们中方选手阿斯哈提，他的重拳呢最多能打出1300多磅，大概是1100多斤，非常的恐怖。无效的比赛。对，刚刚我觉得阿斯哈提这个扫踢扫在对方的这个小肚腩，大
大肚腩啊，之上没有什么效果。对，两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抗击打的这个防护太多了啊。在我们赛前的一天称中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所以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就是头部。啊，这是一个度秒吗？一个后手拳。哇，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出战的第一名选手竟然输给了这个史蒂文·班克，所以看出哇，对方的这个重拳啊，的确是够猛。因为对方是个大力士，所以说他的拳头力道和杀伤力是很猛的。好，再来看一下第二场，我们中方派出的第2名选手来自于中国的邹立涛。邹立涛来头不简单了，身高1.91米，体重达到了370多斤。邹立涛是练习我们中国传统摔跤出身的，但是后来呢选择打了拳击，打了这个自由搏击。好，来看一下第2场，我们的邹立涛啊能够抵挡住史蒂文·班克进攻的步伐。在来中国踢馆之前，这个史蒂文·班克已经是立下了豪言，不赢他个180场绝对不走啊，不赚上他个1000、2000万啊，绝对不走。很显然，对方把我们中国擂台啊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啊，他捞钱的工具。中国挣钱，美国花，我们绝对忍不了。好，看邹立涛腿法不错。抓腿，哎呦，两个肉墩子的对决。反正朋友们，果然这个比赛还是重磅级别的好看。你看，杀伤力十足啊，痛值也是十足。在上一场比赛，这个史蒂文·班克战胜了阿斯哈提之后啊，对方现在是当众向张志磊发起了叫板，但是咱磊哥呢比较忙，没工夫搭理这么一个死胖子。上一场比赛我觉得阿斯哈提输给他呀，多少是有些轻敌了。没有想到对方的拳会这么重。好漂亮，后手。哦，不错哦，连续的进攻。我们看史蒂文·班克已经有点挡不住了。哦呦，非常可惜，刚刚这一波呀，完全有机会让这个油滑的史蒂文·班克给跑了。哎，怎么感觉邹立涛有些晃呢？哎呦，什么情况？邹立涛怎么？哎呦，哇，这个我们都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刚刚连续的进攻耗费了太多体能？哎呦，结束了。
手都打。对。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腿法都有表现出来。确实，修鹏程的，因为修鹏程也打出自己的节奏了，可以漂亮，好，接着打，好，非常有效，漂亮，强毒了，谁能想到？我估计他能站起来吗？谁也没有想到，功夫熊猫竟然被修鹏程中击，被抢夺。观众朋友们，这个史蒂文·班克卷土重来，再次回到中国，看起来有点不利啊！哇！啊，这个自动位能击倒了 ，KO 了，肯定能结束了，这个裁判会终止，结束了，一战成名，修鹏程一战成名在昆仑决，他居然 TKO 了 WBC 超重量级的冠军，功夫熊猫。好，观众朋友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那这一次史蒂文·班克的卷土重来的计划再一次告吹了。原本是来势汹汹，但是没有想到出师不利啊！这个史蒂文·班克，一个 WBK 的重磅级世界拳王，竟然被一个19岁小将再次击败。我觉得他回到他的美国之后啊，也没办法混了。好，再次恭喜中方选手修鹏程，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双臂为你飞起来！捉住他！这绝对是让美国人最愤怒的一场比赛。中华虎杨建平征战美国拉斯维加斯，将美国冠军按在地上疯狂暴打，但由于打法实在太过于凶残，险些将美国冠军当场打死。正是这一场比赛，让美国人知道了中国人的强大。今天很高兴来到拉斯维加斯参加武林风决赛拉斯维加斯的比赛，我将要在这里创造我的辉煌。好，观众朋友们，注意看视频当中穿着红色战袍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帅气十足的中华虎杨建平。杨建平绝对是一个对外强者，因为他专打老外，尤其是打日本人、美国人还有韩国人。美日韩这3国的选手见到杨建平啊，双腿都发软。但这一场比赛，杨建平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这帮老外看到杨建平啊，个子不高，长得也不是很壮，便把所有的宝压到了杨建平的对手美国冠军米歇尔的身上。没错，现在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美国冠军米歇尔。在打杨建平之前，他的生涯战绩是未尝一败啊，没有尝到过输的滋味。可以看到现场的观众啊不是特别多，但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资产和钱加到一块儿，那是相当恐怖的啊，相当之多了。因为台下坐的人啊非富即贵，基本上不是什么资本家啊，就是土豪大老板。而且他们其中的90%以上的人，观众朋友们都把宝压到了米歇尔的身上。好，低扫踢倒了杨建平，如同猛虎出笼啊！现在米歇尔被压到了地上。虽然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但杨建平呢依旧是势如猛虎，丝毫不怯场。杨建平的身高仅有1.66米啊，臂展的话仅有1.65米，他的身材数据可以说是非常的差，但是他的摔跤能力非常的强。好，可以看到杨建平很兴奋。刚刚呢是要打出擂台了，所以说换一个位置重新开始，但姿势不变。所有比赛当中获胜的记录，全都是他采用的是地面技的技术。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这名选手地面技的水平比较高。肩和颈部，这是属于地面进攻的一种技法。在 MMA 比赛里面，除了裆部和后脑不允许击打，当然也不能进行插眼。好，开局不到半回合的时间，杨建平已经连续2次要把美国冠军打飞出擂台了。最看出猛虎出笼这4个字，完美的诠释了杨建平今天的状态。我们中国搏击擂台那是人才辈出啊，有龙有虎，老虎是杨建平，那龙是谁呢？观众朋友们，哈哈。现在杨建平想摆脱对手，想脱身，把手臂伸出来之后进攻。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凯文米歇尔这采用地面的防守技术啊，而现在杨建平占据的优势，他采用着这个骑乘位。哇，对，站起来可以砸对手。边上在进攻的技术上，双方有巨大的差异。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也不认输，我继续在地面上我采用这个腿蹬的这种技术。哇！杨建平不给对方喘息段。不知道现在坐在台下的美国达官贵人们看到杨建平的表现，他们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啊，搞不好他们的裤衩都要赔光了。没办法，这就是小瞧中国人的下场。而且我们注意看米歇尔，他的右眼已经是打肿了，因为刚刚杨建平一系列的上位重力砸击呢，打得都很准啊，都很重。现在米歇尔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但这个封闭呢还没那么封闭，两条腿的扣啊搭得不是很死。杨建平想要挺直上半身，想要有一个打拳的空间。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可以说是单方面的暴打。好，不废话，比赛直接来到第二回合。哎呦，注意看，杨建平又是低扫开路，上位连续的疯狂砸拳。美国冠军米歇尔，哇，毫无招架的余地啊，根本挡不住。中华虎猛虎出笼了，还在打，但对方也很顽强啊，因为这个米歇尔呢，自出生以来他就没输过。所以说他的骨子里还是有着一股傲气啊，不愿意输给眼前的中国人，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现在竟然被一个中国人按在地上暴打。没关系，现在只是开始，遭罪的还在后面。在上面的身上，但是对方也很聪明，利用双腿来夹住杨建平的这个躯干，采用一个地面防守技术，我不让你出拳，你记得出拳，我利用我的双手还能护住，让你打不住我。当然要比这个站立式你更容易 KO 我那种防守的难度要更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的这个左侧的眼部已经肿起来了。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扫，好，这时候我们看再次来到地面之后的杨建平也不再着急，他只是趴到对方的身上，慢慢的恢复自己的体能，也在消磨对方啊这个美冠军米歇尔的体能。因为这个比赛是一场持久战啊，因为长达15分钟。现在的话才第二回合啊，所以说保存一些体能，第3回合再发力也完全没问题。利用肘击的技术，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只能进行这种防守，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来进行进攻了。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这个杨建平的教练江华也在提醒这个杨建平，防止这个凯文米歇尔来锁对方，来锁住他。漂亮！回到过肩摔，哇！不得不讲，杨建平的这个力气和他的臂力实在太恐怖了。刚刚这一摔啊，让美国人悬着的心彻底死了。还心存侥幸，认为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啊还会翻盘啊，但现在情况来看，几乎是没有翻盘可能。注意看，美国冠军的整个身体被拉直了，这个角度只有挨揍的份儿，两条腿儿已经翘辫子啊，翘起来了。现在杨建平在找合适的体位和机会，想锁对方，因为现在凯文米歇尔现在。我们看到，刚凯文米歇尔是利用一个3点支撑的位置，因为你不能用膝击打我的头部。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看这一回合杨建平上来呢，稍微是放缓了节奏，一方面是调整自己的状态，一方面也是给对方啊留点空间啊，让对方喘口气儿，这无异于是杀人诛心。就像小刀拉肉一般，我给你机会，给你希望，但一会儿呢又把你从天上给你打回地面，打回原形。哦，骨头顶膝，3下顶膝都很重，高边腿也有命中。低扫，米歇尔很怕杨建平的低扫，因为在前2个回合呢都是被低扫，然后砍入到了地面。看到杨建平的这个地面技的主动进攻，还要欣赏到凯文米歇尔的地面的防守技。
担任本场比赛的是 Steve， 断头台啊，包括三角锁的技术，但是都没有施展成功。你看，凯文米切尔又采用这个地面防守啊，我不给你打站立，因为我防守技术比较好，我就给你打地面的防守技，我又是用双腿锁住你的躯干，让你没有办法进攻。好，现场的裁判明里安里已经帮助美国冠军米歇尔回到站立啊很多次了。我们看米歇尔回到站立之后精神抖擞，似乎是想在最后一个回合拼上那么一拼。如果这场比赛他打输的话，我相信他退下场地之后，他的下场也会很惨，因为得罪了很多美国资本家啊，他让他们输了钱。好，小心！这个米歇尔还想尝试用腿部锁杨建平的头。但锁杨建平不好意思啊，只有杨建平锁别人，没有人锁过杨建平。一模一样的这种抱缠的技术，我制服你。这种技术和技法都发挥出来，需要你下面要发挥。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 Dave 说，你不要用头来创对手。刚刚现场的裁判又找了一个借口，把米歇尔美国冠军又拉回到了站立。我现在怀疑现场裁判是不是也把宝压到了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的身上。双方采用的这是站立技，进行一种移动。我看他们那几场比赛都是在前两局就结束上的，漂亮！又是一个夹劲摔啊！因为毕竟这个杨建平，他不仅练过拳击，练过这种散打啊，所以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比赛结束了。好，这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终于结束。杨建平，我个人感觉他完全是故意的啊，折磨了对方15分钟。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在5分钟或者3分钟之内结束比赛。只不过想多打一会儿，让美国人见识一下我们中国人真正的实力。要不然结束的如果太快，美国人会找借口啊，说杨建平运气好。好，恭喜杨建平。